人稱呼老天爺，外國人稱天父上帝，要敬畏天上的真神啊！上帝帮助会有災難的。對於掌權者提出警告，這封公開信只有區29個牧師的名字。大家好，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，只要你認真觀察，就會發現華人基督徒的信仰群體總感覺哪裡不對勁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些我自己想了很久的觀察。不管你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，都建議看一看，因為它不只關乎信仰，也關乎我們每個人怎麼看待人生、文化和社會。最近我看到蘇小和老師的一篇文章，裡面提到華人基督徒信仰中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，給了我不少啟發，所以我就決定把這些想法繼續展開，同時也謝謝小和老師帶來的思考。好，話不多說，讓我們直接進入今天的話題。西方基督教從聽見福音開始，就花了2000多年的時間去思考。他們沒有只停在感覺或個人好運上面，而是把信仰和哲學、歷史、科學、政治、藝術放在一起想，慢慢累積出一套很深的傳統。你想想看，早期教會在逼迫的環境下，就開始認真問信仰到底是什麼。4世紀的奧古斯丁寫的《懺悔錄》和《上帝之城》裡面有句很有名的話：你創造了我們，是為了讓我們歸向你。我們的心若不安息在你裡面，就永遠得不到安息。簡單來說，這句話的意思就是，人的心裡天生有個空洞，只有回到上帝那裡，才能真正踏實。如果你把心一直放在錢、世界、感情、成就上面，就總是覺得不夠，一直不安。後來中世紀的托馬斯·阿奎那在《神學大全》裡，把古代哲學和基督教連在一起，說恩典並不廢除理性，而是成全理性。宗教改革時，馬丁路德強調人要自己讀聖經，而不是只聽上面怎麼講。這些人一代接一代想下去，讓西方走得很遠。而我們華人基督徒呢，卻很少走過這條路，也不太習慣用心思去好好理解這些事情。結果，我們的信仰就比較容易碰到幾個問題。今天這支影片，我想從日常例子出發，慢慢聊到個人生活、社會文化，還有更深的層面，一起來看看這些問題是怎麼來的。第一個問題就是把信仰主要放在追求神蹟上。日常生活中很常見，比如家人朋友生病或遇到困難時，大家第一反應就是多禱告，求神蹟。心意是好的，但有時候就會忽略看醫生、想辦法這些實際不得，結果沒好轉就容易失望，甚至開始懷疑。學場或家庭也一樣，很多人聽了信了就會順利蒙福這種分享，就把信仰當成一種保證。你要敬畏天上的真神啊！上帝帮助會有災難的。一旦現實不順，信心就很容易動搖。你想想看，這些現象如果只看個人，已經讓很多人的人生一直上上下下，長期下來也比較難在苦難裡學到耐心，關係也比較難修復。再放大到社會層面，這會讓外界覺得基督教好像就是求平安、求好運的工具，比較難看到它能帶來更實在的改變。一個群體如果太強調馬上看得見的好處，在面對長期困難時，就會比較沒有底氣。而從更廣的角度看，信仰本來應該連住人的尊嚴、真理這些東西。如果把它簡化成只求神蹟，就容易忽略平常日子裡的很多事，也比較難真正去關心別人的難處。這跟西方那邊的傳統差得挺多。他們早期更重視在苦難中活出愛與堅持。奧古斯丁反思罪性和恩典，強調要在日常中學習順服。阿奎那把理性和信仰結合起來。路德則說，信心要建立在上帝的話語上，而不是只看外在神蹟。第二個問題，在知識與智慧的道路上走向反智。日常裡常聽到不要想太多，要單純相信，理性會讓人變冷這樣的話。很多年輕人看到深入討論就覺得太冷了，我只要感覺就好。你想想看，這種態度在個人層面會讓生命停在比較淺的地方，在複雜的世界裡比較難活得穩當。再放大一點，也讓整個群體比較難培養出有思想、
有影響力的人。時間久了，在外面的大環境裡說話就會比較沒力氣。而西方那邊從早期就用理性辨別真理，奧古斯丁結合哲學，阿奎那用邏輯，宗教改革鼓勵大家自己讀聖經，這些都讓他們在思想上走得比較穩。第三個問題，迴避公共責任，缺少行公義的勇氣。這個問題在日常例子相信也很常見，大家也都碰見過。比如在職場看到不公義或欺壓，很多人都選擇不說話，只說為好過自己的日子就好。家裡有衝突，也常常只說算了，放一邊，很少一起想實際的辦法。這樣久了，信仰就容易變得比較封閉，個人也比較難長出完整的責任感。放到社會層面，如果一直避開公共的事，整個群體在社會裡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小，很難在法治、公義、道德這些地方發揮作用。再看更廣一點，公義、良性、尊重人這些價值，本來很多人都認同，但如果只顧自己過日子，就會錯過很多和這個世界連在一起的機會。而在西方，奧古斯丁談過基督徒在社會裡的責任。宗教改革後，大家更強調在各行各業活出自己的價值。後來也有人在黑暗時候站出來，這些都顯示信仰不是叫人躲起來，而是要走進去做點事情。說到這裡，為什麼我們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呢？文章裡小何老師提出了3個關鍵原因。首先，我們缺少長期而穩固的系統神學訓練，很多教會比較依賴領袖的恩賜和短期的熱度，根基就不夠深，這讓個人靈命比較容易晃動，整個群體也難以累積長遠的東西。其次，我們還比較缺乏真正有深度的本土神學思想家，這使得我們在更大的思想對話中聲音比較微弱。而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觀念上的新瓶裝舊酒。我們常常把基督信仰套進原本的儒釋道框架裡，躲進小樓成一統，這導致十字架那種徹底更新的力量沒有真正發揮出來。結果在個人、社會乃至更廣的層面，都比較難活出真正不一樣的樣子。最後呢，說了這麼多，不是要讓大家難過，而是希望我們一起看清楚一點。上帝對華人教會還是有心意的。西方2000年的路也讓我看到，信仰其實可以和真理、公義、智慧走在一起。這不只是個人的事，也關係到我們自己活得怎麼樣，以及能不能在更大的世界裡有一點聲音。如果你也遇到類似的情形，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。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我都想聽聽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，也建議去看看蘇小和老師的其他影片，相信會有更多收穫。喜歡這支影片的，歡迎點讚分享出去，讓更多人一起想想。我們需要更多真誠的對話。我們下支影片再見。